还有美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茫然无知，说他们在这个学科上是文盲也不过分。他们很难理解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呢？什么叫生命线呢？他们很难理解。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军高层从来都测不准解放军，预测统一台湾的战术恐怕也是要考0分。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最近采访了一些军政高层的人士，听他们预测解放军会怎么统一台湾。采访中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解放军24小时内接收战斗，有人说解放军不会搞登陆作战，而是学着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方式搞网络行动渗透，通过空中迅速的投射力量。客观的讲美国军队还是一支讲究军事科学的武装力量，预测潜在对手的战争模式当然是作战准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你说美军讲科学用科学的水平很高吧，却对中国军队的行动总是测不准。这并不是因为共军太狡猾，而是因为美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中国军队的特色和规律。原因一是傲慢，二是恐惧。傲慢我们很容易理解，那恐惧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后期，美国军队向延安派遣了一个观察团，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这批代表团的成员回到美国之后，撰写了热情洋溢的报告，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廉洁和人民军队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按理说他们的报告是非常客观的，也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为美国利益而考虑的，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美国军方把这批人通通打入冷宫，连派遣到中国的美军负责人史迪威都撤回了美国。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迫害的浪潮，这些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人民军队的专家当然就永无出头之日了。麦卡锡主义在名义上是防止美国社会的赤化，实际上是担心美国的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暴露出来，从而在美国本土引发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是美国的内政，我们不关心。但是这种风潮在其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学术的研究我认为完全叫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曾经讨论过，美国军队虽然有很多学术思想，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唯武器论占统治地位。而唯武器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是被批判或警惕的对象。美国人推崇唯武器论，想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那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那才是怪事了。正是因为美国军方的这些分析家和战略家总是做错题，所以在朝鲜战场上，不可一世的美军才会被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丢盔卸甲，在越南战场上又被中国所支持的越南人民军再次打得狼狈不堪。从有关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到现在也没有真的读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他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训。尤其是朝鲜战争，美国方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所给出的唯一正面的评论就是不怕死，对于志愿军的战略战术却很少有分量的研究文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研究解放军会如何收复台湾，这明摆着又是要考0分的节奏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学说从来都是公开的，解放军怎么看待美军，怎么看待自己，有无数的学术出版物可以提供参考，而且这些出版物都是公开发行的。我们发现美军对中国军事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军有多少武器装备，射程多少，怎么部署，怎么运用，而且经常动用兵棋推演系统来搞模拟。但是比来比去也总是很灰心，认为自己对上了，胜算越来越小。还有美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茫然无知，说他们在这个学科上是文盲也不过分。他们很难理解
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呢？什么叫生命线呢？他们很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研究解放军到底会用什么方式来收复台湾，是火力急袭还是两栖登陆，是虚拟战、心理战还是特种作战，估计得分都不会太高。当然了，我们相信即使我在这期节目里面把问题说得这么明白，美国人对解放军战斗力的分析还是不靠谱，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压根儿就缺乏这一套逻辑体系，说的再清楚他们都听不懂。到了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的时候，美军再来学习吧。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